你想象一下，12月19日是一个周五的傍晚，你可能正准备下班，想着周末要去哪里玩，整个台北市都充满那种迎接假期的骚动感。但就在那个傍晚，市中心突然就被浓烟、尖叫还有混乱给吞噬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摊开的，就是关于这起连环攻击事件的所有资料、新闻快报、社群媒体上的目击者影片，还有警方的初步调查报告。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钻进这些混乱的资讯里面，把这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好好的梳理清楚。从嫌犯那种如手术般精准的时间线，到悲剧中闪现的人性光辉，再到那个最核心却也最难解的谜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了，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必须要抛开一个念头，就是说这是一时冲动。对，完全不是。从我们手上的资料来看，整个事件的布局早在主要攻击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就已经开始了。嫌犯张文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先后在林森北路、长安东路这些地方点燃车辆。他甚至放火烧了他自己的租屋处。没错，这看起来就像是很经典的兵法，所谓的调虎离山。对，刻意把老虎，也就是警察跟消防员引开他真正的目标。这不只是计划性我觉得这是一种他对整个城市运作系统的一种深刻的理解。怎么说？他不是随便乱放火，他选的地点都是能够最大化牵制台北市中心消防和警力资源的交通节点。这几乎像是一种反向的城市规划，就是利用我们赖以为生的系统来攻击我们自己。天哪，这个观点让人听了有点不寒而栗。对啊，他用这些零星的火灾在城市的东边制造噪音，但真正的攻击目标却是在人潮最密集、系统最脆弱的西边，也就是台北车站的心脏地带。没错，所以他把整座城市当成他的棋盘在玩，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就在所有应变能量被分散之后，下午5点24分，真正的攻击开始了。地点是台北车站的 M7 和 M8 出口。尖峰时刻，那里是成千上万通勤族必经的地下通道。嫌犯张文戴着防毒面具，全身武装，在那里投掷了多达17颗烟雾弹，还点燃了汽油弹。对，这里，他选择的武器非常关键，烟雾弹。对，就是烟雾弹。它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物理伤害，而是心理上的摧毁。心理上的摧毁。你想想看，在一个你每天都会经过的这么熟悉的地下通道里，突然之间伸手不见五指，然后空气变得无法呼吸，你不知道攻击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对，这种未知感会瞬间瓦解人群的秩序，把原本只是通勤的民众变成恐慌的野兽。所以他攻击的不只是人的身体。没错，他攻击的是整个社会在公共空间里的信任感还有安全感。他是在制造一个可以最大化恐惧的完美舞台。正是如此。而在这种极端的混乱跟恐惧之中，我们也看到人性的光谱，它的2个极端。接下来这部分是资料里面最让人心情沉重，但也最无法回避的一段。第一位罹难者57岁的于先生，根据监视器画面跟目击者的证实，他在看到嫌犯乱丢烟雾弹的时候，他并没有跟着人群逃跑，他选择上前。他选择上前试图要去阻止他。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不幸的是，他因此被嫌犯用刀刺中了要害，伤口是贯穿了肺部还有左心房。但是这里有一个最让人震撼的细节，就是在他倒下之前，他还奋力地踹了嫌犯一脚，破坏了对方的平衡。他的这个行为打破了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旁观者效应。在那个所有人都只求自保的瞬间，他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这个动作虽然没能挽救他自己，对，但是却可能为后面数十个人争取到了那几秒钟非常宝贵的逃生时间。他的家人说，他平时就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我相信是。总统跟市长都对他的见义勇为表达了最高的敬意，但我想他那个瞬间的反应，其实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在绝对的恶意面前，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对，于先生用他的生命给出了他的答案。
除了这位英雄之外，其他的罹难者他们遇害的地点和方式，就凸显了这场攻击的另一个面向。什么面向？极致的随机还有残酷。嗯，有一名37岁的萧姓保全，他当时刚下班，骑着机车在中山站附近等红灯，他完全是个局外人。完全是，结果就被嫌犯从后方一刀割喉。行车记录器拍下了他缓缓倒下的那个瞬间，那个画面非常非常难受。我看到资料啊，有目击者说他倒下之后意识还很清楚，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记得跟我爸妈说，我很爱他们。对，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把一个冰冷的伤亡数字变成了一个家庭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口。还有另外一位37岁的王姓银行行人，对，他当时刚下班，人在诚品4楼，在为他妈妈挑生日礼物。就这样，在一个充满爱的时刻，被纯粹的恶意给终结了。这些细节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提醒我们，恐怖攻击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秩序。没错，而是一个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生，是一个保全的孝心，是一个银行员想给妈妈的惊喜。嫌犯摧毁的就是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不过，也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看到了光谱的两端。在混乱之中，还是有很多温暖伸出的手。对，像是台北车站的星巴克店员，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迅速拉下铁门，保护了店里几十位顾客。还有一群刚好在附近逛街的护理师，他们一听到呼救声，连想都没想就冲上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伤者急救。这点其实很有趣耶。在官方的应变系统，就是警察、消防队被嫌犯的那个调虎离山计策瘫痪的当下，一个由民众自发形成的暂时的社会秩序反而出现了。真的耶。对啊，有人脱下外套为伤者止血，有人帮忙引导疏散，然后北捷的员工也坚守岗位，拉水线保护机房。这仿佛是在说，就算你摧毁了官方建立的安全感，但人与人之间那种互助本能是没有办法轻易被摧毁的。听完这些英雄和无辜者的故事，真的心里很沉重。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另一面，就是那个造成这一切的人。凶手本身。对，我们手上的资料拼凑出一个什么样的轮廓？嫌犯张文，他究竟是谁？他27岁，桃园杨梅人，家境很普通，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履历看起来也很平凡。对，曾是空军志愿役，但在2022年因为酒驾被汰除。今年7月，又因为教义召集未到，被发布了妨害兵役通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生有点不太顺遂的年轻人。没错，但你如果深入去看他跟社会的连结，你会发现一个更让人不安的模式。怎么说？我们常常听到社会孤立这个词，对不对？但这里的资料显示的，更像是一种主动脱节。主动脱节。对，他不是被动的被社会抛弃，而是他有意识的切断所有的联系。他跟家人2年多没有联络，他哥哥甚至5年没见过他。家人曾经通报他失踪，但他其实是有意让自己消失的。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在社会网络上无法被追踪的幽灵。对，而这种主动性可能才是理解他后续那些极端行为的关键。所以在他对家人跟朋友隐形的同时，他在现实世界里却是异常的活跃，只是没有人知道。完全正确。从今年1月起，他就租了台北车站附近的套房，开始长期观察地形。发案前几天又住进中山站旁边的旅馆。这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这是一个长达将近1年的专案计划。他过着一种很可怕的双面生活。一面是那个对外完全失联的幽灵，另一面则是个极度自律，像个特工一样在勘察、在规划的阴谋家。警方在他住处搜出的证物清单，看了真的会让人头皮发麻。那个清单很夸张，还没使用的汽油弹、烟雾弹，总共13把长短刀，还有所有制造工具。更不用说他在犯案的那几个小时里面，至少变装了5次。对，就是企图要制造调查的断点。但我看到资料里面，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警方破解他云端硬碟之后发现的东西。计划书。他不只写了详细的作案计划书，他还像是在修改一份商业报告一样，在半年内对这份杀人计划
进行了好几次的版本更新跟优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份计划是他那段幽灵人生里面唯一在乎、唯一投入心力的事业。而更关键的发现是，警方在他的搜寻记录里找到了大量关于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凶手郑捷的资料，这就让整起案件的性质从单纯的暴力发泄，转向了模仿犯罪。他甚至还搜寻过一句非常特定的话：如果郑捷知道有人愿意倾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它同时像是一种自我辩护，也像是一声没有人听见的求救。他可能把自己投射到了郑捷的处境里面，认为自己也是个不被理解、不被倾听的人。但同时，他也从郑捷的案例中找到了一种能让世界听见他的极端方式。所以他不是在问问题，对，他可能是在为自己接下来的行为找一个合理化的注脚。而且还有网友发现，他选择的攻击地点跟一部漫画《燃烧的西太平洋》里面虚构的爆炸场景位置惊人地相似，所以他好像是在现实世界中扮演一个他从过去的案例和虚构作品中拼凑出来的悲剧反派角色。没错，在诚品百货犯下最后的攻击之后，张文被警方层层包围，最终从顶楼坠落身亡。他的死让整起事件画下了一个句点，却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究竟是畏罪自杀，还是逃跑的时候发生了失误？对，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细节，是从诚品员工的证词来的。哦，是什么？他们说，嫌犯坠落的那个地点，平常都堆放着比人还要高的废弃纸箱，是足以当作缓冲的。等一下，但是非常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案发的前一天，环保公司刚好把那堆纸箱全部清空了。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计划可能不是要死在那里，而是跳到那堆他观察已久的纸箱上，然后从后岸逃离。这太疯狂了！而且他在坠楼前还把身上所有的装备都卸下来，似乎也是为了让警方松懈，给自己迟早逃跑的机会。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他揭示的心理状态就更复杂了。怎么说？这代表在他自己的剧本里面，这不是一场自我毁灭的自杀攻击，而是一场他能够全身而退的完美犯罪。这显示了一种极端的自恋，还有脱离现实。对，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能犯下震惊全国的大案，然后像个幽灵一样再次消失。所以他的整个计划最终可能不是被警察的英勇给击败，而是败给了环保公司的回收时间表。这种荒谬感反而让整个事情更显得悲哀。是啊，事件落幕了，但社会的恐惧跟讨论才刚开始。网络上立刻就出现了那种威胁要在高雄发动模仿攻击的言论，导致高雄警方是高度戒备。社会上也掀起了很激烈的辩论，捷运到底该不该设立安检门？这就是这类攻击最可怕的后续效应。实体的攻击已经结束了，但是攻击的概念本身变成了一种新的武器。它会自我复制。对，它会自我复制，感染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无形中创造出更多的恐惧跟对立，而这可能正是攻击者最想达到的目的。政府高层也只是说要强化快速打击部队，建立制度化的反恐机制，但这些毕竟都是在悲剧发生之后的补救了。所以我们梳理了时间线，听见了受害者的故事，也试图去窥探凶手的内心，但绕了一大圈，那个最核心的为什么，好像还是随着他的坠楼一起摔得粉碎，变成一个永远的谜了。对，这也正是这种孤狼式攻击最让人感到无力的地方。因为凶手切断了和社会的所有连结，他的动机是高度个人化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清晰地表述。没有组织可以谴责，没有政治诉求可以谈判，留下的就只有纯粹的破坏和一个社会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也留给了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连结变得脆弱，当一些人像张文一样主动选择从群体的网络中脱落，沉入孤独和愤怒的深渊时，我们该如何察觉？
在一个讲求自由与便利的开放社会里，为了安全，你又愿意放弃多少日常的方便？这条界限到底该画在哪里？